家里装修做全屋定制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设计的是否实用，完全在于细节的把控。特别是一些脑洞大开的网友，总能另辟蹊径，开发出一些巧思的设计，更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家居痛点。本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带来7个独特的柜子设计，每一个都值得抄作业，真的是越用越香。1. 玄关柜双层开放格。传统鞋柜设计门口总是太乱，底部留空的做法，各种鞋子混放在一起不卫生不说，直接落地也不便于清洁。网友 @Linda 就很聪明，把入户鞋柜改成双层开放格设计，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上述痛点。做法也很简单，就是鞋柜底部做隔板，坚持鞋子不落地，然后在上面做了双层开放格。双层开放格的优点是可以把外出鞋子与室内拖鞋分开收纳，不显乱，也更干净卫生。柜子不落地设计，换鞋不用弯腰更方便，也杜绝了底部的卫生死角。这种设计真的超实用，非常值得照抄作业。2. 满墙电视柜。电视柜做岩板电视背景墙，费钱不说，还容易过时。大白墙挂电视的做法虽说省钱，但缺少了收纳功能。如果你家房子面积小，缺少收纳空间，不如学网友胖达兰兰的做法，把客厅背景墙设计成满墙电视柜。满墙电视柜设计的优点，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吧？兼顾电视墙装饰作用的同时，还增加了一面墙的收纳空间。关于细节方面，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电视插座、电源线、机顶盒建议藏着电视后面，不然裸露在外，太影响颜值。第二，电视和支架都很重，上墙安装时要用膨胀螺丝打进墙里固定。满墙电视柜这个设计，对于小户型来说也是超级的实用，而且颜值方面也很加分。3. 厨房转角柜设计。大多数的橱柜，一般转角柜设计都很鸡肋，空间浪费，不能完全利用不说，拿取物品也很不方便。网友许大宝的做法就相当的优秀，很值得抄作业。他将转角柜里边设计成双层隔板层，用来收纳不常用的各种瓶瓶罐罐，拿取抽拉也方便。外边带柜门的位置改造成无隔板、无底柜设计，用来放置移动小推车，用来放置水果、蔬菜、各种调味品，极大的释放了储物空间的同时，也便于拿取和使用。而且这种改造设计一点不影响橱柜颜值，因为还带柜门，不用时关上柜门，看起来也整洁利落。4. 餐边柜。无底柜。一般的餐边柜普遍都是传统带底柜的做法，实用性上略差，比如收纳大件家具、家电就很不方便。但看到网友某总的大家长家里餐边柜的设计时，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是将餐边柜的2侧设计为无底柜，一面用来收纳折叠椅、行李箱，另一面收纳各种各样的酒瓶，省去了搬运的麻烦。不得不说，无底柜设计确实很实用。按照这个思路，完全可以衣柜、阳台柜都设计为部分无底柜，收纳吸尘器、拖把、扫把等清洁工具，或者带轮子的小推车、行李箱。这种没有底板的收纳柜优势也很明显，无高差，易进出，透气性也好。5. 衣柜床头一体柜。家里卧室空间小，摆放传统床头柜很容易影响衣柜门开关，但如果不放床头柜，日常的手机、充电器、纸巾盒这类的小物件又没地方收纳。如果你家也是这样，可以参考网友威内家的做法，改造成床头柜一体转角衣柜设计，优势一目了然，既不影响衣柜的使用，床头柜的功能也不缺失。以上是他家的柜子尺寸图，直接附上，方便大家直接抄作业。6. 阳台柜内嵌晾衣架。很多人为了解放阳台空间，大多会选择洗烘套装或独立烘干机，但烘干机耗时耗电，内衣裤、袜子一类的也用烘干机很不划算。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学习网友我家有只小王家的做法，在做阳台柜设计时增加了内嵌晾衣架设计。设计简单又实用，就是洗衣机上方的柜子上稍作改动，多加一个底板和封板，然后把抽拉架装上去，就顺利拥有了一个小型晾衣区，平时晾晒一些袜子或者内衣裤真的很方便。这个巧妙设计真的值得夸赞，平时不用时还可以藏起来，一点不影响颜值和美观性。7. 衣柜转角设计。卧室衣柜的转角如何设计一直是个大难题，直接做成开放式，摆物显乱又积灰。如果是传统衣柜设计，一整面的侧板看上去又显得很闷，不如学网友程幼小姐姐家的做法，把衣柜转角设计成4进1居，不仅好看，颜值高，而且用起来也是超级方便。所谓的进衣区，就是把衣柜转角柜设计成开放式，底部做成2组抽屉，用来收纳内衣裤等小物件，中间部分做成挂衣区，加抽拉旋转镜，用来挂日常的睡衣睡裤，还能整理妆容2不误。衣柜的正面做了1组假纹，也不会影响衣柜的整体效果，看上去也丝毫没有违和感。这样的设计，设计师看完都赞不绝口，直呼太有才了。要说客厅争议最大的电器，电视说第2，没人敢说第1。如果你要买电视，网上一群博主跟你说现在电视都没人看了，
花大几千买个摆设，还不如换成投影看大片。但普通人要是信了，就等着踩大坑吧。因为买不买电视，完全是要看你的家庭需求。那些说电视不好的，往往只有2种人：第一种就是他确实不看电视的，电视的娱乐方式对他毫无意义；第二种就是为了带货投影仪，不从需求出发，无脑贬低电视的。实际上，电视跟手机一样，它真的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为数不多的低成本娱乐方式了，而且还能做到家庭集体娱乐、零成本带娃等等。所以说，在我看来，电视依然是普通家庭的刚需家电，还是客厅装饰的 C 位。至于怎么选，只要记住以下9点，保障你不交智商税。1. 不买激光电视，除非你家是大别墅、大平层，买它完全就是为了颜值，平时看它的时间也少。激光电视说穿了不过是个短焦投影仪，抗光性差，亮度低，以前你选它还占个大屏优势。但是现在液晶电视大屏技术早就成熟了，不论是清晰度还是抗光性，都吊打激光电视，价格还便宜1半。试问你还有什么理由去买它？2. 尺寸买大不买小，只要不超过预算，屏幕就往大了选，肯定没毛病。屏幕尺寸越大，观影的沉浸感越好，这就和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除非你是出租房，不然至少75寸起步，85寸的更理想，尤其是装修客厅，把电视当作装饰品的。你可别忘了，电视上墙后的效果还会显小一圈。3. 内存越大越好，电视和手机一样，也是有内存的，不想越看越卡顿，内存就往大的选。电视内存一般会看到2个数值，单位都是 GB， 前者是运行内存，关乎到电视的流畅度，后者是存储内存，决定了能往电视里装多少软件。普通家庭选个2+16GB 的就够用，有特殊要求的建议选4+64GB 的。4. 分辨率不选 8K，电视分辨率认准 4K 就可以了，预算再高也没必要选 8K。原因很简单， 8K 片源少，买了也是浪费。还有网上一堆教如何分辨真 4K 还是假 4K 的攻略，什么真 4K 是 RGB 红黄蓝3色组成，让你打开手机去检测，其实都是扯淡，你听听就算了。现在只要是个品牌的 4K 分辨率都是标配了。5. 色域认准广色域，电视的色域越高，色彩就越丰富。但是作为普通人，很难用肉眼去区分一台电视机成像色彩的好坏，所以你只要记住 DCI-P3 这个标准就行了，一般达到96%至98%范围的，就是广色域电视了。6. 刷新率认准真高刷，它表示的是电视机每秒刷新画面的次数，刷新率越高，画面越流畅。如果平时就是追剧、看新闻，选60赫兹就可以了；如果喜欢玩游戏、看大片，就选120赫兹以上的。但需要注意的，有些电视的宣传页会误导消费者，一般会写着极速刷新120赫兹，或者一键开启120赫兹刷新，基本都是假高刷，是需要牺牲画质来实现的。7. 峰值亮度越高越好，顾名思义，就是一台电视能显示的最高亮度，它的单位是尼特。记住，电视的峰值亮度是为了提升画质和干扰能力的，低端电视的亮度普遍在200-300尼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想在光线好的环境下观看也不受影响，至少选500尼特以上的，中端的一般都是在1000尼特以上。8. 电视音质不必太纠结，不得不承认，高端电视的音质确实优秀，一般都带有杜比全景声和 3D 环绕声效，但价格也贵，普遍都在7-8千元以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多花好几千块就为了一个音质，实在不划算。所以不如选个普通入门级的，再花几百块配个回音壁，也能实现电影院级别的影音体验。9. 不买假洋品牌，现在的电视技术不比从前，特别是国产品牌的崛起，性价比真的遥遥领先，3000出头就能买个75寸的，不论是配置还是参数上也绝对不错，比如 TCL、海信、创维都可以闭眼入。当然，如果人傻钱多，也可以选索尼和三星，除了溢价高，其他都挑不出毛病。但东芝、松下、飞利浦、夏普这几个假洋品牌绝对不要碰。家庭装修买东西选材料，千万别死心眼，要么全挑贵的买，要么全挑便宜的买，一点主见都没有。小东在家装行业做了10几年，这一期就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告诉你装修买东西哪些可以省，哪些即使你再没钱也不能将就，教你把钱花在刀刃上，耐心看完一定对你有帮助。咱们该省的省，该花的花，绝对不当冤大头。1. 瓷砖不用买贵的，但木地板一定要选贵的。瓷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又不涉及环保，所以只要不是小工厂的杂牌砖，或者是大品牌引流款的工程砖，质量都没问题。
你就放心去陶瓷批发城买，30-41块的，只要硬度和吸水率达标，几十年也踩不坏。但便宜的木地板全是密度板材质，环保很容易超标。特别是家里有地暖的，冬天供暖一开，甲醛成倍释放，这涉及到健康问题，千万不能马虎。所以想铺木地板的，建议认准大品牌，别想着省钱，首选 ENF 级或 F4星的。2. 乳胶漆不用买贵的，但腻子粉一定要选贵的。乳胶漆咱们就去买品牌的基础款，500元左右一大桶的3合1就行。只要是优等品，都具备防霉、抗碱、耐刷洗能力。其他的像什么竹炭的、净味的、儿童专用抗甲醛的，你听听就算了，都是扯淡。但腻子粉不能选差的，这玩意不仅影响墙面的涂刷效果，还涉及到环保问题。其实像好的成品腻子和便宜的腻子也没差几个钱，所以为了家人健康，没必要省。低端的腻子粉，它施工需要掺胶水，那甲醛埋在墙里，10几年也挥发不完。3. 前置过滤器不用买贵的，但角阀一定要选贵的。前置过滤器针对老旧房区或者住高层2次供水的住宅有一定的作用，它就像是一个粗过滤的大筛子，可以过滤掉水质中大颗粒的泥沙。有需要的话，咱们花个500元以内，选个不锈钢阀芯带反冲洗功能的就行了。但便宜的角阀它真用不住啊，才过个3-5年它就氧化漏水。今天把家里的柜子泡了，明天把楼下给淹了，你说你闹不闹心？所以为了省几十块钱的东西，咱犯不上，一定要买大品牌的，用着才放心。4. 净水器不用买贵的，但燃气热水器一定要选贵的。厨下净水器只要是 RO 反渗透膜的，过滤出来的水质都一样，你花大几千买到的，只不过是漂亮点的外观和品牌溢价，还给你配个专用滤芯，后期每年换新成本还得多花1000多，真没必要。咱们通用滤芯的1000多价位的就行。但燃气热水器绝对是1分钱1分货，你买便宜的大部分都是上置风机，噪音大，工作时它嗡嗡响，贼闹心，还有控温效果也差，水温忽冷忽热的，还有漏水的风险。所以千万别在这省钱，水汽双调控温、下置风机这些基础配置一个不能少。5. 木门不用买贵的，但5金件一定要选贵的。室内木门主要的作用就是装饰，再高端的木门它也不隔音，所以买个1000多块钱的，只要环保级别达标就行，都能用得住。你只要不用脚踹，不用水泡，20-30年它也坏不了。所以咱们挑个款式好看的实木复合门就可以了。但和木门配套的5金和门锁一定要挑质量好的买，不然你用质量太差的，它3天2头给你添堵，不是荷叶松了，嘎吱吱响，就是门锁坏了，把孩子和老人锁屋子里出不来了。你说你着急上火不？有条件的咱就买了磁吸静音锁，300-500块也不贵。6. 卧室床不用买贵的，但床垫一定要选贵的。卧室床说白了就是个床架子，它只要满足结实透气就行。追求档次咱就选个软包床头搭配排骨架的那种，追求性价比咱就买个实木床头和床体的。不管是选哪一种，建议价格都别超过3000块。但床垫就不一样了，睡眠的好坏和舒适度都是它决定的。你选个太便宜的床垫，一方面是不环保，另一方面舒适度也不行，睡一觉起来腰酸背痛，浑身乏力的，第2天工作都不在状态。建议你至少选个3-4千以上的独立带的弹簧床垫。7. 窗帘不用买贵的，但窗帘轨道一定要选贵的。窗帘没必要买贵的，它只要满足装饰和遮光就可以了。说白了，这东西只要选对面料和颜色就行，品不品牌的真的无所谓。建议你就直接网上买，同样的材质和面料比实体店至少省1半，而且商家还会给你邮寄布料小样。但窗帘轨道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建议就选铝合金静音滑轨，多花不了几个钱。不然你像质量太差的，它推拉不丝滑，嘎吱嘎吱响，是不是特别影响心情？另外建议选交叉轨道的，窗帘闭合严丝合缝，中间不会透光。8. 电视机不用买贵的，但投影仪一定要选贵的。电视没必要买太贵的，高端电视确实画质好，功能也多，但你1年也看不了几次，买回来也是浪费。而且新品更新迭代的也快，几乎是1年一个价。所以咱就花3000块买个75寸的就可以了，挂在客厅墙上也显着气派。但想装投影仪的不能选太便宜的，价格低于5000块的那都是低端产品，最多算是个大型幻灯片，抗光性差，泛白边，白天看你得拉窗帘，晚上看还模糊，啥都不行，买回家当个玩具玩玩还凑合。为什么不建议做全屋瓷砖通铺？当初不听劝，坚持全屋瓷砖通铺，如今入住2年后真的是有苦难言。
有一说一，全屋瓷砖通铺在前些年是非常流行的装修方式，凭借整体性好、延展性强、易于清洁打扫，并且看上去更显美观大气等优势，深受业主们的喜爱。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网络上对于瓷砖通铺的差评越来越多了，甚至让很多人抱怨说，所谓的整体美观在缺点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为什么红极一时的全屋瓷砖通铺没火多久就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结合我家自身的情况以及一些网友家的真实反馈，总结了瓷砖通铺的4大缺陷，大家一起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一、瓷砖损耗大。不得不说，全屋瓷砖通铺相比传统的过门石铺贴方式，整体性更强，空间不会有割裂感，而且材料统一，看起来比较舒服，尤其是墙地通风的效果也会让空间更显大。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必然会浪费更多的瓷砖，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空间面积尺寸大小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瓷砖切割的情况，剩下来的边边角角很难被2次利用，因此瓷砖损耗大是避免不了的。就拿我家来说，套内120平方280片800×800的瓷砖，完工后只剩下16片，其中厨房墙面还用了卖家赠送的12片杂砖，最后算了一下损耗率，竟然达到了33%。像我家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网友艾特海绵宝宝的家说，之前想过全屋铺瓷砖会有浪费，但完工后还是觉得多的有点离谱。我家建面才88平，铺贴前还找了设计师出排版加加工尺寸，结果买了212片砖就剩3片，这太不合理了吧。所以说，无论房子面积大小，瓷砖选择什么规格，只要是全屋瓷砖通铺，那损耗率至少是传统铺贴的2至3倍以上。2、装修成本高。很多人在装修前会认为全屋瓷砖通铺选择一种材料会省钱，但事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要知道，全屋瓷砖通铺往往选择大尺寸瓷砖才能达到通透大气的效果。这个瓷砖价格本身就不低，施工中还需要水泥、沙子等其他材料。此外，就是额外的人工费也是出奇的高，因为大尺寸瓷砖铺贴它需要技术，特别是瓷砖上墙、墙地对缝等工艺，如果铺贴不好，不仅会影响整体美观性，还会带来瓷砖空鼓、高低不平等问题。所以说，瓦工的技术越好，工人的要价就越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网友艾特慢慢的妈咪说，第一次装修有被惊呆到，万没想到瓦工的工费竟然比瓷砖还贵。坐标18线小城市，建面114，套内85，通铺800×800的瓷砖，铺贴总价花了8350，费用贵得让人吐血。网友艾特小草莓的家说，全屋瓷砖通铺好看是好看，但真的贵啊！如果是小户型、低预算，真的要劝退大瓷砖。我家套内才80多平，当初想着买大砖可以1片抵2片用，结果房子小，浪费了好多砖，看着真心疼。当初对工费也没概念，找了手艺比较好的师傅，没想到工费花了9000块。3、效果达不到预期。即使你花了很高的装修成本和人工预算，全屋瓷砖通铺完工后的效果也很难做到100%满意。网上大家对于瓷砖通铺效果吐槽抱怨最大的一点就是达不到原本的预期。像我家之前的房子选择的是750×1500的大砖通铺，虽说在铺贴前做了精心排版，但在客餐厅位置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边条情况，就是大家常说的老鼠尾，看上去显得十分碍眼。此外，还有一部分业主经历了假通铺、墙地没对缝、砖缝大小不一等等不同程度的翻车情况。网友艾特可爱捕手小夏说，看看我家瓷砖通铺的效果后，你就知道钉工有多重要了。贴砖前已经明确和师傅说要通铺了，结果厨房和客厅之间还是被师傅用瓷砖切割了过门石。这种假通铺效果实在是丑，对师傅而言就是方便施工，不想返工的话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总之，全屋瓷砖通铺或多或少会出现不尽人意的情况，让人有苦难言。4、缺少温馨感。通铺瓷砖，全屋选择一种材料，确实更利于后期卫生的清洁与打理。但这种装修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很难营造出家的温馨和氛围感。众所周知，瓷砖自身的光亮效果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如果家里的卧室、客餐厅，包括厨房、卫生间都选择瓷砖，会过于单调和冰冷。尤其是冬天，一回到家后就好似走进了大冰窖，让人感觉很阴冷。进到卧室休息，也没有家的温馨和舒适感。网友艾特西西女士说，全屋通铺瓷砖，肠子悔青。当初装得太仓促，很多问题没计划好，盲目跟风，结果入住后后悔，卧室真的不该贴瓷砖，这个冷冰冰的地面属实一股凄凉。
网友杨洋妈说，全屋瓷砖是我家装修踩的最大的坑，钱没少花不说，还显得房间冷冰冰的不够温暖。想砸了重装，但又心疼钱，不砸吧，还实在不想住。在我看来，家里的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些区域更适配木地板，相比于瓷砖，更能营造出让人放松和温馨的舒适感。总的来说，虽然全屋通铺瓷砖整体性好，看上去美观大气，也便于卫生清洁，但选择这种装修方式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说装修成本的增高、施工难度加大、效果很难达到预期等，而且还会缺少家的温馨和舒适感。所以说，奉劝大家在装修前还是要根据自家实际情况去选择，切勿盲目跟风，否则后悔的代价只能是自己买单。都说无价。
次性筷子的普及和推广，对国内传染病防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说在最后，这些年老百姓挣钱不容易，黑心的资本商家为了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来忽悠消费者。这些骗局是时候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被蒙蔽的双眼也该擦亮了。不得不说，现在家电行业的水太深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新式电器层出不穷，但功能天花乱坠不等于实用，尤其是一些被吹嘘到高大上的家电，实际上却徒有虚名。只有自己亲身使用过后，才会发现自己踩雷了，白白花钱交了智商税。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8种尽量不要买、不要碰的家电，绝非误导，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1. 激光电视不要碰，想要坏治好就买液晶电视，想要追求屏幕大就去装投影仪。所谓的激光电视，说白了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集合了电视和投影的所有缺点。亮度低、抗光性差，还被聪明的厂家宣传成所谓的护眼，价格还贵得离谱。网友艾特丸子小姐的家，我就是那个大冤种，花几万买的激光电视，白天看泪眼不说，还根本看不清，真心后悔。同样的价格都能买索尼100寸电视了。2. 即热式热水器不要碰，说什么更节省空间，还能像燃气热水器那样源源不断的提供热水。但事实上，你会发现生产它的品牌寥寥无几，多数都是没听过的杂牌，而且功率大、耗电高也就算了，还有漏电、短路、跳闸的风险。关键是冬天用水体验太差，根本不能开大，不然就不热。网友艾特苏菲的小懒猫，即热热水器真心太垃圾了，电费能耗超级高，还不安全。而且冬天水温不能调高，不然功率过高会自动关闭。咨询客服说，热水器不能适应高负荷，而且保修期就只有1年，刚过水流传感器就坏了。3. 水槽洗碗机不要碰，水槽洗碗机要说优点，也就是不能弯腰这一点，剩下的全是缺点。比如容量偏小，普遍只有6至8套，稍微大点的锅具还要手洗，根本实现不了彻底解放双手。其次，搭载的洗涤和烘干技术也很落伍，还不能存储碗筷，关键是售价却一点不比独立式的洗碗机便宜。网友艾特阿朵的宅家记，水槽式洗碗机用过才知道有多鸡肋，会占用水槽几乎1半的空间，导致洗菜、洗水果都不方便。因为容量小，导致餐具多的时候还要分多次洗涤，耗时耗水，功能也单一，不如嵌入式洗碗机实用。4. 隐形电动晾衣架不要碰，阳台隐形晾衣架对颜控的年轻人诱惑不小，但实际上这东西就是个伪需求。要说唯一的优势就是不用时可以隐藏在吊顶里，但谁家过日子衣服不是天天晾晒，只要降下来就很难有升上去的时候，试问隐形不隐形有啥用？而且这玩意故障率还特别高，坏了就得拆吊顶。网友艾特李李的家踩大坑了，家人们选择隐形晾衣架真的要慎重，外边风景宜人，室内一言难尽。第一次使用就出故障了，下来正常，上去就卡死，安装师傅来了说修不了，等待厂家解决，真的是大无语了。5. 厨房凉坝不要碰，夏天厨房做饭太热，想要不遭罪，要么就去装专用空调，要么搞个移动风扇，其他东西都是智商税。特别是厨房凉坝，千万别被名字误导了，它是一点制冷效果没有，其实就是个装在头顶的普通电扇，冬天你用不上，夏天吹出来的也是热风，要多鸡肋有多鸡肋。网友艾特刘小佳，凉坝是装修厨房里最没用的东西，真心不推荐。说白了就是吹风原理和风扇一样，而且做饭时用它，风还会把火苗吹偏，变小火。6. 风管机不要碰，听我一句劝，咱们选家用空调就记住一个原则，有钱就装中央空调，没钱就去选壁挂空调。风管机这玩意说白了就是中央空调的衍生品，就是给装不起中央空调又想要面子的人群准备的。它继承了中央空调所有缺点，噪音大、耗电高、维修维护难，要论性价比还不如壁挂式空调稳定舒适。网友艾特小秋雅米，新家入住1年，我最后悔的就是装了风管机空调，夏天冷风嗖嗖不够舒适，冬天制热效果还不好，关键维修难，耗电还大，真不如一步到位装中央空调了。7. 壁挂洗衣机不要碰，很多有宝宝的家庭都想装个壁挂洗衣机单独给孩子用，我劝你选购前要三思，这玩意有个硬伤就是不安全，有掉落的风险，买之前上网搜一下，看看大家对它的评价再做决定。而且它的筒径空间太小，说白了就是排污结构紧凑，更容易脏，用久了就会滋生细菌。网友艾特木小小，太吓人了，壁挂洗衣机从天而降掉下来了，之前就有过担心，每次甩干的时候声音都特别大，就好像楼下来了一台拖拉机一样。
结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幸亏没砸到人，以后真不敢再用了。8. 储水式管线机不要碰。很多人为了喝热水方便，就在装修时考虑装一台管线机，结果入住没用多久就发现水有异味。其实现在很多管线机内部都是有水箱的，而且并不是完全密闭，这也是它天生的缺陷。特别是夏天，长时间不用管线机，水不能循环起来，就会产生异味，甚至水发黄。网友艾特秋天等我来带水箱的管线机千万别买，我家的管线机和净水器还是国内大品牌，以为喝水会很方便，谁知道出来的水一股臭塑胶味，换了一次水箱也没解决，后来干脆把管路都换了，虽说臭味少了，但塑胶味还有，根本不敢喝，太恶心了。